这样男性才会是女性愿意嫁的对象呢？有越来越多女性将择偶的条件定在多金。女性说，现实点还是嫁个薪水高的老公比较有安全感。如果他有平常就是有房子住，那月薪其实不用到7万的话也很 OK 啊。要真心诚意吧，然后不要劈腿。还有一位30岁女老师，甚至于是提高了她的择偶条件，是要在台北市有一栋没有贷款的房子，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因为现在的台北市的房子20平左右，大概是1000万左右，夫妻2个人同时打拼买房是非常的辛苦。根据主计处的调查，男性30到4岁平均收入是4万到5万。文化对于每一个个人是有很多的影响的，包括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选择伴侣有一定的一些条件跟标准。我们虽然非常的自由的可以选择我们的伴侣，但是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也很可能我们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或者是对方的文化所影响。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吸引力其实跟他的很多的文化背景是有一些关联的。男性和女性的心中认为什么样子的条件的对方是我们的偏好，以及我们甚至在心中做出排序。当研究人员对偏好跟排序这些议题做出探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许多的文化当中的样本都显示，人们在选择理想伴侣的时候，心中所存在的所谓的偏好跟顺序是深深的受到当地的文化所影响。在传统的文化当中，男生可能会希望女生对家庭有责任感，很重视并且投入家庭的生活的各项的事物跟活动。女性呢，则希望男性自己有抱负，能够勤奋努力来赢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条件。这个在传统的社会当中是一直被重视的一种模式，或者是我们发现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在西方已开发的国家当中，对于这些传统的条件跟要求或者是模式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重视，相对的可能重视的是挑伴侣的时候，希望能够看重教育的条件，能够看重个人的性格。那么在每个文化当中，追求伴侣的时候的优先考量，可能都展现出来那个文化当中所重视的价值观念。因此在一个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特质，可能在另外一个文化当中并不一定被这样的看重。在成人期选择伴侣的时候，也会受到我们个人幼儿期、儿童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各种的人际经验所影响，这些都可能会影响着我们成人之后在人际关系当中对于关系所下的定义，以及我们要采取哪些行动。因此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当中，伴随着个人的不同的生命的经验，也会形塑出来我们对于选择伴侣的时候的考量因素。当然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对于爱情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赋予它不同的意义。譬如说浪漫的爱情在青年期是非常被重视的层面，而到了晚年，陪伴却变成了彼此非常看重的一个层面。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文化跟性别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而文化和性别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男性跟女性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所看重的，或者是所被要求的具备的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在文化和性别
这两个议题上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